直来直往特立独行，和平现在。胡适之胡适，说尽天下事。大家好，我是胡适老师，欢迎收看《胡说》。讲到医生这个职业，出过不少的政治家，例如南美洲的革命先烈切格瓦拉，日本的后藤新平，当时殖民台湾时期的后藤新平行政长官，不是工藤新一哦，是后藤新平，好吗？然后再来台湾的赖清德，柯文哲，很多人，以及我们就是民国初年时期的蒋渭水。那这么多的医生里面呢，今天要谈谁，就要谈的是柯文哲。好，那我们来开始用编年体的方式来介绍柯文哲的生平吧。1957年8月6日，柯文哲出生于台湾新竹市北区，然后祖籍呢在福建省泉州的南安县。祖父叫做柯世元，他在中华民国迁台之后呢，担任新竹的督学。然后同年10月，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指派之下，他被派到了新竹一所女子高等学校担任校长。然后在228事件的时候，清乡行动中，他因为当时有藏匿了一些人，于是就被抓走了。然后被抓走之后，被关了1个多月，然后期间呢被殴打。后来因为这件事情对他身心受创非常严重，回到家之后卧病在床近3年的时间，然后英年早逝，54岁，在1950年就这么的去世了。柯文哲的父亲柯成发先生是一位小学老师，他家庭背景呢属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看爷爷是老师，那个爸爸也是老师，对不对？那接下来看一下他的弟弟、妹妹等功课也非常的好。然后柯文哲是家中长子嘛，他的弟弟呢叫做柯宇谦，目前是中华大学的资管系教授。然后妹妹呢柯美兰，应该大家常在电视上看过她，是台大医院的新竹分院的医师，也是国立清华大学的和平教授。然后投入过2024年新竹立委选举，但失败。然后他的老婆陈佩琪也是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对不对？澎湖县人，然后现在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的中正门诊部主任，然后2人育有1子2女。西元1966年到1971年，柯文哲就读于新竹县的民富国民小学。1972年到1974年，他就读新竹县的玉贤国民中学。然后西元1975年到1977年，他就读省立新竹高中，就现在的竹中。然后1977年呢，以全校第1名的成绩毕业，所以果然学霸嘛，因为他的智商157，大家知道吗？智商非常高的一个天才。然后1978年，他考入了国立阳明医学院，就现在的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然后就读1年之后，决定重考。然后在隔年的1979年呢，就是录取了国立台湾大学的医学系。西元1988年，权志龙出生的那一年，柯文哲31岁，他在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外科部担任住院医师。而1993年到1994年呢，他赴美进修，去明尼苏达大学呢担任外科的研究员，研究人工肝脏。1994年担任台大医院外科加护病房主任。然后接下来时间来到1990年代的中期，他开始就是在台湾推广器官移植，以及一些制度的建构，然后推动成立器官移植团队，导入标准化的器官分配流程与移植照顾，成为台湾最早专责推动这个东西的医生之一。然后在1999年到2001年的时候，柯文哲开始推广并引进了叶克膜的技术。这源自于他从美国返国之后，他就大力推广这个东西，然后建立了叶克膜的临床指引，培训跨医院的团队，开创国内心肺辅助技术的新里程碑。但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有个争议点，就是部分医师认为叶克膜这东西其实它延缓那些重症病患的寿命。这个延缓这件事情呢，到底对那个重症病患来讲是好还是坏？因为如果它是延缓了好久之后，突然他又死掉，但是对他来讲是个折磨。所以有些医生觉得他好像过度强调这个功效，可能会导致临床滥用以及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费。不过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柯文哲有一个知名的事件，就是以前的台中市长胡志强的老婆邵小玲严重的车祸，他严重到必须要好像是截肢还是干嘛的。然后当时柯文哲呢，就是因为叶克膜而把邵小玲救活，所以他是在叶克膜上面非常重大的一个就是台湾的事件，所以我还是支持就是他
就是引进叶克膜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有些救不回来的人，可能因为这个东西就真的救得回来了，好吗？再来，1999年的11月起，他担任台大医院的器官移植管理委员会委员兼执行秘书，然后并兼任器官劝募小组的负责医师，就是他开始那个劝募器官嘛，这个指的募器官不是那个某个国家那种活体这样摘掉，很恐怖的，然后就是对那种法轮功硬摘它，台湾没有这件事情好吗？我们就是用劝的，就是你要去世啦，那到时候你要器官捐赠来干嘛的？你是死刑犯，那要不要当时就是遗爱人间啊，对不对？就这样子，就是用劝的方式，不是硬摘的方式好吗？好，那再来，西元2002年建立了器官捐赠登录系统，所以谁捐的都会知道。2002年7月起担任了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的专任助理教授，所以他开始在台大任教啦。所以一方面是医生，一方面也是教授。接着呢，受卫生署，也就是现在的卫福部的委托，建立了全台器官捐赠与移植登录平台，提高透明度以及资源分配的效率。然后推动了多项配对制度改革，保障病患公平性以及医疗的效率。然后时间来到2008年，他创下了叶克膜使用117天成功复原的世界纪录。他当时领导台大医疗团队，让一名重症病患在用了叶克膜117天之后，也就是1/3年，然后结果这个家伙救活了，创下了国际纪录。该案例就是被国际重症医学期刊登出来，成为台湾医学的代表性成果。所以柯文哲他的确在台湾的医学贡献上面呢是非常成效卓卓的。OK， 然后但这点还是有这个争议点。还是有一些学者质疑他是否过度延续了病患的寿命，过度消耗了健保的资源，是否忽略了病人的生活品质以及他的家属压力。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不论做任何事情，即便你做得太棒，就再棒，还是会有人反对你；你做得再烂，也会有人支持你。你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得到一个100%人民的信任、喜欢，也不可能有一个人会被100%的人民讨厌。人就是这么的奇怪，主观意识导致。所以呢，即便有一些医师这样认为，站在我个人立场，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今天我有个家人，他因为叶克膜的关系而导致原本救不活的被救活了，那我会感谢有这个东西存在，因为没有叶克膜就绝对救不活。那有了之后呢，就稍微提升一点几率，所以我觉得有还是比没有好一点了，对不对？西元2008年的8月起，41岁的柯文哲呢，担任了台大医院创伤医学部的加护病房主任。然后2008年的9月升任台大医学院副教授，所以他就是在教职部分呢被升官了。然后来到2010年到2011年，他转向了医疗伦理以及健保政策的评论，透过公开演讲以及专栏，展现了他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了白色力量代表性的意见领袖。什么叫做白色力量？就是以医生为主的，因为他们穿白袍嘛，对不对？所以白色力量。然后强调呢，手术决策标准化，急救伦理讨论以及病患的自主权。他提出了医疗流程管理 SOP 模型，推动医疗制度更科学化以及透明化。这点在台湾的医疗上面呢，他的确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西元2011年8月24号，大事发生了。OK， 台大医院器官移植过程呢，误将艾滋病患的器官移植给了5位受赠者。所以移植下去之后，这5个不都艾滋病了吗？对不对？所以柯文哲呢，他身为该小组的召集人，负责签核的作业，所以这件事情很严重。所以这争议点是什么呢？流程的疏失，手工传递资讯未电子化，导致严重医疗错误。所以柯文哲为此被监察院弹劾，然后柯文哲就承担了行政责任，被弹劾，但是没有遭法律起诉。然后我觉得一个厉害的人就会在所有的失败过程之中呢，然后找寻突破点，让未来可以成功。所以失败为成功之母嘛，对不对？所以郑成功老妈叫郑失败。然后虽发生了艾滋病的器官移植这个疏失，但柯文哲呢以此为警示，他推动了医疗资讯全面电子化。你看以前是手工签，他现在变电子化，流程自动化，促成多项病例资讯上线以及器官移植资料串联等改革。所以如果没有艾滋病这个捐赠的发生，就不会有接下来这个事情的发生。即便有，可能也会往后推迟好久好久。所以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只要你够正向，
它都可能是好事。所以有句话不是这样讲嘛，对不对？任何事情都是好事，端看我们怎么去想它。接着时间来到2013年8月份，又是8月份，柯文哲就8月份出生嘛，他的好事都发生在8月，然后坏事也发生在8月，晋升为台大医学院的专任教授，好吗？然后多次呢与公开论坛以及媒体上批评健保制度，他认为健保制度过度压缩了医师的薪资以及工作权益，主张医疗改革需要重视医生的专业以及尊严呐。然后这点有争议点，因为这个言论呢引发了部分医界人士的不满，认为柯文哲过于激进，偏离了团体路线。你就好好当你的医生，你没事评断这么多这些政策问题干什么呢？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时间来到2014年，柯文哲竟然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了台北市长。然后获得了民主进步党礼让与支持，这又是怎么道理？为什么他以无党籍身份就是参选？那就是民进党呢，既然要支持他，不派一个人出来参选，因为他们当时其实在背后是有谈的啦。因为柯文哲虽然是无党，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以前的立场上是比较偏向民进党一些，所以就组了这样子的联盟。然后就是当时我记得是蔡英文跟他谈的啊，所以民进党就礼让支持他，然后让他获胜成为了台北市长。然后9月呢？参选台北市长柯文哲呢，他当时到嘉义替民主进步党嘉义市长参选人涂省哲造势的时候，他称涂省哲的对手，也就是国民党的参选人陈以真，年轻漂亮，适合做柜台，不适合当市长。此言论一出，轩然大波。这是歧视女性吗？对不对？你怎么会物化女性、歧视女性，讲这种风格的言论呢？对不对？身为一个真人物，你该这么做吗？然后引起对手一片哗然。然后同月份呢，柯文哲来到国立的阳明大学，就是现在的阳明交通大学，演讲时开黄腔，厉害了吧？说自己会从事外科医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妇产科只剩下一个洞，那个洞是哪个洞？大家一定都知道嘛，对不对？并不想在女人的大腿之中讨生活，引起重大议论。柯文哲就是因为有点亚斯伯格症，所以讲话的时候常常就是他可能脑筋动得太快，不经大脑思考，然后就脱口而出，嘴巴比脑袋想的还要快，就这样讲出来。所以柯文哲的失言风波其实还蛮多起的。好，接着呢，来到11月29号，他当选了第23届台北市市长，击败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然后12月因担任台北市长呢，而借调离开了台大医学院，所以他的医生生涯呢就到此暂时的结束啊。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他在医生生涯之中，在台湾有什么贡献，以及重大的一些历史事迹。好，所以他在医生生涯中主要贡献集中于3大领域：第一个，器官移植制度的建立以及伦理改革；第二个，叶克膜技术以及重症照顾改革；第三个，医疗系统资讯化与标准化的管理。然后对于台湾的医疗体系的制度的建立与实务的影响，在2000年之后呢，特别深远。所以他在医疗界的功劳是不能抹灭的，即便他现在可能身陷囹圄，有任何的风波，但是他做过的事情就是不能被抹灭，好吗？时间来到2015年，就任台北市长将近1年，柯文哲呢开始有些施政表现喽。来，第一个施政表现，他要求市政透明化，推动市府会议的公开直播，资讯公开于平台。第二个，公宅政策启动，他推动了社会住宅建设计划，目标呢以建设1万户为目标。第三个，捷运工程的整顿，他重新检讨了大巨蛋、松烟文创园区、双子星案的进度以及合约。然后对此有个争议事件，他远雄在大巨蛋上呢有一些公开冲突，陷入了是否解约以及安全的争议。而接下来在这一年呢，他提出了一个两岸的观点，因为是2015年，所以称作15新观点，又称作4个互相或5个互相。他重点讲求与中国和平交流，而不是增进仇恨，也不是禅让国家主权。柯文哲描述，9·2共识是下跪投降，我跟中国是坐着交流，我呢也是坐着讲话。而其9·2共识的内容呢，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统一，因而提出了15新观点。而15新观点中有描述到一个中国，柯文哲认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这件事情并非否认中华民国的主权，可他认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世界上是这么认为的。那我就觉得呢，我觉得只有一个中国，叫做中华民国。对面的那一个呢，
有点压力哦。是假的中国，盗版中国，完蛋了，死定了！我要被登上那个，跟闽南郎跟八九一起被登上在那个中国那边的，糟糕了，这辈子不能全民旅游了。开玩笑的啦，不要这么介意嘛，好不好？习大大，开个玩笑好吗？我天秤座，你双子座，我们超合的，99.99%的契合度，你这样知道吗？我祖先来自于大陆，我外婆云南人，好吗？我呢也是差不多有一些血统的啦 ，OK， 一家人嘛，开个玩笑，我真的你假的。好，那再来，2016年。智慧城市与西区门户计划，我觉得柯文哲他当台北市长2年了，智慧城市的建设，他启动了台北通的规划、城市资料治理，然后以及免费的 WiFi 建设。免费 WiFi 不是免费外服哦，拼起来很像，但不太一样。然后再来西区门户计划，他拆除了忠孝桥的引道，这大家应该知道吧？住在台北市的人都知道，对不对？当时有个忠孝桥，然后在那边的时候，每次那边都有塞车，因为我每个礼拜6日以前都要去那边上课，然后每次来到那边都塞到爆炸，然后那个地方呢被拆掉之后，交通顺畅许多，然后重新规划了北门广场以及台北车站的周边，然后争议事件。台北灯节转移至西区之后呢，成效评价2极化，引发了地方商圈以及民众反应不一。然后时间来到2017年就是与新北市合作推出了1280元公共运输地期票，整合捷运、公车以及 U-Bike。然后政策这个推动呢，深受了通勤族的支持，视为重大交通的整合结果。但又有争议事件了同年推动共享单车计划的费用调整，遭市民质疑，是不是在转嫁成本哦？你市政府赚很大哦。同一年，台北市议员陈慈慧问台北市长柯文哲，台湾是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柯文哲回他听过标准答案，柯文哲回答是，但不是正常国家。所以我们不正常哦。陈慈慧又问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柯文哲回答目前不是。那是不是很多人就说什么叫目前不是？难道未来就是吗？其实我个人也认为，这我们很难讲嘛，对不对？因为毕竟目前很紧张，有没有？我们2025年，今年是个世界上就是事情发生不断的一年，各个大事都在今年发生，有没有？地震啊、风灾啊、水灾啊、战争啊。然后以及我们今年很帅气的，就是把对方直接当境外敌方势力啊，对不对？就差不多直接就是汉贼不两立的概念了嘛，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话讲出来之后，我们势必会遭受一些就是危险啦，好不好？但是我也不评价这句话讲出来是对还错，每个人都有自己讲话的主张，即便是不同意他的说法，但也要誓死捍卫他说话的权利。所以在今年呢，就特别有一种紧张的氛围。如果在以前你问台湾人会不会就是有没有可能跟中国这边打仗，你问10个有9个都说不会啦，我们从小被恐吓到大，说要打多久都没有打。今年你再问问看，你在街上问10个，有5个一定回答你。我突然觉得有点紧张怎么办？什么新闻都一直在讲2027，所以到底未来我们会不会变成就是变成属于中国的状态？也有可能嘛，对不对？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不小心打赢了，对，所以我们回家了，好吗？然后我们统治，然后整个那个大陆的地图就是中华民国国旗，这个几率还是有一点的嘛，试试看，好不好？试试看。那不论怎么发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也不要太去就是站在一个太批评。然后的一个立场，或者是太激进的立场去谈论这个，我糟糕，这么一讲，这一次影片留言区都超精彩，又要吵架了，蓝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各种动物都会来吵架。怎么会有动物呢？因为刚好在录的时候外面有狗叫声，对，不知道是哪里的狗跑进来这样子，这里狗一直在叫因为它然后就是拖连很多这样，不知道是哪只狗一直在干扰我录影。时间来到2018年就是柯文哲成功连任市长啦，展开第2任期，继续推动了住宅以及基础建设。然后在社会住宅方面呢，他公布达成，然后呢在增建及规划中逾2万户的进度。还记得当时在第1任期他说要多少吗？1万户，现在已经增到2万户的进度了。然后争议事件，选后争议统计作业缓慢，引发了程序公信力方面的质疑。然后时间来到2019年，柯文哲创立了一个党派啦，
他创了台湾民众党。这个民众党跟你们在历史课本里面学当年蒋渭水跟林献堂的台湾民众党是不一样。那为什么要叫台湾民众党呢？各位可能不知道，柯文哲的偶像就是当年民国初年那位蒋渭水先生，以及南美洲的革命先烈切格瓦拉这两个都是他的偶像。他就是誓言要朝向这两个人的就是理念去前进就对了。好，所以蒋渭水创台湾民众党，柯文哲呢就是走向偶像之路，所以创的名也叫做台湾民众党。然后它的标号就是一个绿色嘛，对不对？一个绿色的旗，然后比较浅绿一点，也符合他的身份，他不深绿，他浅绿这样子，好吗？好，那再来，他成立这个政党呢，自认为主席，标榜中道、理性、专业的政党理念。同年呢，提出了市政优化计划，推动公务部门的效率以及流程再造。然后又有争议事件啦，被质疑兼任党主席与市长角色混淆，引发了行政中立问题。好了，再来，6月6号，柯文哲接受了中国评论通讯社专访，指出中华民国的政府组织呢，有外交部，也有大陆委员会，这很清楚的说明，两岸事务不是外交关系，不是国际关系，而是一个有专属定位的两岸关系。两岸需要互相交流、互相理解，尊重体制，改善现状。所以我从这边我们可以再次的确认，柯文哲在两岸问题上面，他不会把对方当作敌方势力，而是呢觉得交朋友，我们交朋友共荣共好，不就棒棒吗？对不对？可这不代表他已经就是中共同路人哦。你不要说跟中共好就一定中共同路人，没有这回事。像我也有大陆的朋友，那我一定是大陆人吗？对不对？我今天的朋友里面呢，那也有美国人，难不成我就美国人吗？所以不要这样讲，不要什么都意识形态化好吗？就等于他就自己觉得可以跟他好一点，不用当敌人嘛，这是他的想法。西元2020年，就是当时不是疫情吗？非常的严重，所以很多学生因为疫情关系不方便去学校，所以柯文哲呢就因此推出了防疫计划以及库克云平台，对，就是让学生们可以在家里就直接用库克云呢来授课这样子，所以整合了线上教材以及教学资源，因应了远距教学的需求。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当年呢也因为这样子，很多学生都不来补习班上课，所以我都要自己到补习班，然后对着空无一人的教室，然后录制课程，不是应该说上直播课程。然后补习班老师你们也知道，在教室上课的时候呢，会插科打诨，各种搞笑全部来，那我就会对着空无一人的教室讲笑话、耍宝，那都没有人看着我，我还要自己假设有人在看我，跟他们互动。哎，这位小朋友，对于刚刚老师这个讲法，你有什么感觉呢？来讲一下吧。很好，你不理我，好，再换你，你又不理我，你们这些家伙真是，我就这样搞。然后我都会跟教室的空气聊天。对，所以我因为那2年的训练呢，导致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专业的自闭症患者。没有啦，我超能跟空气讲话的，知道吗？平常无聊就讲一下。当时又没有 AI， 没有 ChatGPT 可以陪我聊天，我就跟空气聊天。还是说不定现场其实真的有，只是我看不到它。好，然后再来争议事件。然后疫情资讯的发布频繁，与中央指挥中心不同调，就是他地方政府、台北市政府发自己的，中央发自己的，然后这件事情被批评政治操作防疫，就这样。好，反正什么事情做下去都有人会批评啦。时间来到2021年，柯文哲呢推动的台北通正式上线啦，就是他第一任的时候推的那个嘛，然后他在2021年的时候上线了，他整合了市政服务、数位身份系统以及支付功能，然后以及都市的创新管理呢，它导入了资料治理、智慧监测、交通系统。争议事件呢，部分民众批评这个事情会不会导致个资的外流，以及使用不够人性。但讲到个资外流，我觉得啊，在现在这么就是资讯发达的年代，我们个资要不外流是不可能的啊。只要我们也用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之类的，你的个资都一定会外流。像今年不是有个新闻吗？就是佐克伯不是把很多人的资料都直接给中国大陆，对不对？所以只要你有在上网，你有在用社群媒体，资料就是一定会外流的，没有办法。然后再来，3月28号呢，柯文哲对于中国新疆棉抵制潮的问题，他受访时表示，两岸关系是太平洋两岸与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世界大事。反中呢，在未来的15年会持续发生，然后它也会是世界趋势。中国如果想要改变这样子的现况，就必须要改善它的国际形象。中国不论做什么，
都有人会不开心，台湾人都会不开心。你不买凤梨就算了，还派战机飞来飞去，尤其在2025年飞得跟什么一样，战舰也那个战机啊、舰队什么都一直过来嘛，对不对？你心情一好就来绕台一下，心情不好就绕2圈，对不对？然后不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就 WHO 这件事情，我觉得超级不公平的。而柯文哲也觉得我都不晓得他们在干什么，对，坚持台湾不能入 WHO 它又不是属于政治型的组织，它是医疗卫生型的组织。那在医生事实里面有讲到，我们不能因为病患的政治、种族各方面的问题，而对他的医疗呢有任何不公平的待遇行为嘛，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怎么会公平呢？我们怎么台湾会因为政治问题而就不让我们进入 WHO？ 所以超级不公平，这对病患来讲呢，真的是不对的。好，所以坚持台湾不能加入世卫，他真的表达了非常大的不满。对，他说怎么样子看都是不合理的。所以其他的国际组织如果有涉及到政治就算了，但 WHO 没有嘛，所以我们是否应该要加入？拜托啦，让我们加入一下嘛，好吧？你看他讲这么多，然后结果现在呢，他已经在看守所里面待了好久了，也没有办法再对这个话题继续讲下去了，对不对？所以等待他出来那一天再继续讲，好吗？好了，再来，时间来到2022年，柯文哲准备要卸任第2任了。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他的施政成果，这8年有什么样子的政绩吧。第一个，财政方面，他在任内偿还了台北市政府的债务高达570亿元，然后导致人均的负债比下降。然后在公共工程部分呢，推动了捷运万大线、北环段等建设开工了。智慧城市的评比呢，获全球智慧城市论坛 ICF 评选为智慧21城。然后又有争议事件啦，市长卸任前，他大量的人事调动以及预算的争议，引发了外界质疑是否为政治安排。然后在同年的7月19号，台北市跟上海市连线举行他们的交流，柯文哲致辞时未提及两岸一家亲等敏感字眼，首度以中国解放军军机绕台、台湾农产品出口受阻，点出了政治操弄，让两岸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他坚持5个互相的原则，就当年的15新观点所讲的5个互相的原则，用交流累积善意，期望两岸能避免冲突，甚至避免战争。所以从这边我们更可以确定了，柯文哲本人他是喜欢两岸和平交流，好来好去，而不要有一些战争以及危机事件的发生。所以总结柯文哲的任内，他的改革主要建立在财政纪律与市政透明、社会住宅与居住正义、智慧城市以及数位治理、公共运输与交通整合、重大都市更新政策，总共5项他的任内重大建设。同时，其施政过程呢，也伴随了无数的公民政策以及管理争议。应该是公共政策以及管理争议，展现了其技术官僚治理风格在实务推动中的挑战。然后2022年呢，他在12月25号圣诞节的那一天，他卸任了台北市长。然后柯文哲呢，就于隔一天12月26号返回台大医院任教，然后恢复了教授职务。然后我自己对于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他常常骑脚踏车上班嘛，对不对？然后他每次进到台北市政府大楼呢，他不坐电梯，他都要走楼梯，他说可以顺便运动。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个性方面跟一般我们所熟知的政治人物其实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为什么可以成为台湾政治史上如此红、那么有人气的一个素人？即便不喜欢他的很多，可是喜欢他的也超多，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个人的形象太鲜明了，跟我们以前所了解的政治人物的样子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有这么高的人气呢，也是其来有自啦，就这样。好，然后再来，2023年他也从台大医院正式退休了。那接下来时间来到2024年，他代表了台湾民众党参选2024年中华民国总统的选举。我郑重宣布，代表台湾民众党竞选2024中华民国总统。然后最终呢，排行第3，败选告终。我还印象深刻，当时在整个选举过程之中，有3组候选人嘛，不就是赖清德，然后以及侯友宜还有柯文哲。然后在整个选举过程之中，在做民调的时候，柯文哲就是在过程之中呢，就是稳居第3，还甚至偶尔想要有超车成为第2的趋势。
然后当时他们党内的民调一直说，哦，他自己这样参选会赢啊，不需要跟蓝的合作嘛，对不对？后来证明了这个可能是一个政治操弄，一个大误会。然后最后出来之后呢，不但没有获取第2名，甚至最后落到第3。那所以到头来，如果他当时真的有跟蓝的合作的话，然后导致选举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会不会就导致他现在会不同的命运呢？对不对？所以呢，人生中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涟漪效应。谁知他因为没有选上，对不对？然后现在就人在狱中。当然，他人在狱中跟他有没有选上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只是说，如果他今天他也是选上，他身为总统或是副总统的话，那这个事件可能就不论他有没有贪污、有没有图利，应该都不会被立案调查。所以我指的是这个啦，对不对？就这样。好，时间来到2024年的7月份，也就是总统选完之后没多久。柯文哲他当时就是申报他的政治现金到监察院嘛，然后监察院后来发现他的政治现金呢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并发现他与多间公司具有不当连结。其中柯文哲他不是有成立了一个木可公司吗？然后据说木可公司有把一些政治现金移去买他在台北市的商办嘛。然后再来8月29号呢，就是柯文哲宣布暂休党主席，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在8月初，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啊，不是邓小平哦，钟小平不论是白毛黑毛哦，能按铃控告柯文哲的就是后毛 ，OK， 钟小平 ，OK， 他就去按铃控告柯文哲可能有贪污或图利等事情这样子，后来呢就启动调查了。然后柯文哲因为此事件而宣布暂时休党主席职务3个月，并接受调查。隔日8月30号，他因为金华城的案件经廉政署带返台北地检署接受刑事调查。9月5号。他就被移送了台北看守所羁押禁见。这个故事也讲一下，就是当时如果我们有看新闻，应该都知道，柯文哲后来不是就主动接受调查吗？然后他主动步入台北地检署，然后当时呢漏夜侦讯超级久，然后大家都想说可能没事，侦一侦就出来了，对不对？后来呢，我还记得第一次是吴保请回，我永远记得黄国章当时不是待在门口说柯文哲吴保请回，然后那支持者就然后后来过2天就被抓进去了，就这样。所以9月5号呢，他就正式的被收押在台北看守所里面。进土城了。12月26号，台北地检署呢将柯文哲的所有案件以及金华城的案件都一起合并计算，然后起诉了所有相关人员，其中柯文哲他被起诉合计28年6个月，然后并科罚金5000万台币，不是一科，是并科哦，褫夺公权10年。那这件事情呢，我要跟观众们讲一下，因为我发觉很多台湾人对于法律用词上面是有些误会的。现在是法律小常识时间，不要把起诉当判刑。我们法律有个东西叫做无罪推定原则，在法官正式判决之前，我们都要视该人为无罪的状态。所以柯文哲起诉，不要喊他贪污犯、图利犯 ，no， 一定要正式判刑之后才算起诉，还不是判决。还有一个很大段要走，还有那个地方法院的1审。高等法院的2审，最高法院的3审，这个整个落场的时间大概要8年的时间，所以不要乱叫他是贪污犯 ，no， 这叫乱扣帽子，好吗？我们要拿这样子的标准去面对任何人 ，OK？ 在听过我刚刚解释之后呢，应该对无罪推定原则非常了解了吧，对不对？香蕉好吃。好，那再来，12月27号。台北地院裁定柯文哲呢以3000万元交保，这个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嘛？那时候不是地检署外面就一大堆人，对不对？然后也是黄国昌啊、馆长们带领一堆人在外面。然后柯文哲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开心，柯 P 出来了这样子。然后很多人他支持者就觉得哇哈，终于啊，就是还他清白了，可以交保了。可是柯文哲被限制出境驻局，而检方不服，提出抗告。这件事情绝对是2024年年尾最精彩的政治案件以及法律案件。12月29号呢？高等法院裁销原裁定，发回台北地院更裁。台北地院呢改裁定柯文哲以7000万元交保，提高交保金额了，并且佩戴电子脚镣。这件事情是不是就让柯文哲他自己在人格方面有个很大的屈辱嘛？对不对？柯文哲也都答应了，为了出来我什么都 OK。然而检方竟然又再度提出抗告。我还记得当时提抗告的时候是假日，一般来讲假日呢通常不受理。
但是柯文哲的案件呢，就是特别的重要，假日呢就给他受理下去就对了。2025年1月2号，元旦刚过完的隔一天，高等法院撤销交保裁定，对不对？你看他们在元旦的时候还在弄这个事件，隔天呢撤销交保裁定，发回台北地院。台北地院裁定柯文哲再次羁押禁见，所以古有孔明七擒孟获，今有高等法院3擒柯文哲，有没有？所以这种事情历史就是不断的会发生的，所以柯文哲跟孟获，柯孟获，好吗？好，那再来高等法院呢，高孔明。好，那在3月份，监察院呢在查核定柯文哲与台湾民众党违反政治献金法，对柯文哲裁罚374万元，并没入约5500万元的不法所得，而其余的争议仍有部分办理中。然后来到3月28日，台北地院以案情重大，仍有串证之余，裁定4月2号呢延押柯文哲2个月，所以就压到底，压好压满，反正就一直觉得会有串证的之余就对。但讲到这 ，OK， 我也要讲一些话，对，就是不论你支不支持柯文哲或讨厌他什么的，都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就是台湾的执法人员对于柯文哲案件。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想太多，还是我自己放大了，又或者是我自己可能有问题。我真的认为打他打得比较大力一点。同样的案件，比如说像我们桃园市前市长郑文灿，他也很大咖，可是他的案件媒体就没有报得那么夸张，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一位就是大伟卢曼，就是帮彭恰恰还债那位光头林炳文嘛，对不对？他不是也是交保之后弃保潜逃，然后说什么时候回台湾是我自己决定的，有没有？像如果今天要拿柯文哲案件的，就是我们媒体的报道那种程度去比对，这些人是不是应该都要一起铺天盖地报道，配合《镜周刊》巴拉巴拉巴拉打死他为止？可是好像都没有，对不对？就是对柯文哲似乎比较大力一点点，好吗？我相信镜头前面的人，你支持柯文哲会认同我的看法，你不支持他觉得还好吧？我觉得打小力只有一点点吧，我觉得对他很好了，好不好？还没有打死他，这就是立场不同，看法会不一样。但是我身为一个历史老师，我必须要秉持中立。我觉得柯文哲被这样对待，那对于其他人就应该要相同程度的对待，而不是各个媒体铺天盖地都只报柯文哲，其他人就轻描淡写的带过。这个我觉得好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嘛，柯文哲红嘛。红的该死，好吗？他比较该死，好，就当柯文哲被起诉了28年6个月，然后以及再度被延押之后，很多反对柯文哲、讨厌他都觉得，哈哈哈，贪污罪证越来越明确了，对不对？就是不给你放出来，就是你就是有鬼。结果，嘿嘿，这个案件就这么的精彩，就在本月份5月份，我在讲话的此时此刻的前几天。朱雅虎呢，也就是沈晶晶的手下朱雅虎，他也一起被收押嘛，对不对？他分别在本月份的2次庭审之中翻供了。对，在之前呢，他关于柯文哲与应小薇的通话指控，在去年朱雅虎说，柯文哲跟台北市议员应小薇在通话中讨论过金华城的案子。然而，在2025年的5月13号的庭审之中，朱雅虎改口称，这只是他个人的臆测，我个人的猜想啊，我也没有亲眼看到他们有通话，也没有实际的证据可以支持我有看到他们通话，所以好像没这回事。然后关于应小薇呢有施压台北市政府的人员的指控呢，朱雅虎在之前说应小薇有施压，对，促成金华城案的通过。可是最近朱雅虎在庭审中还又翻供说，其实他没有施压啦。我有看过他们开会过程，应小薇的口气非常的柔和，而且我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那个应小薇有施压，所以莫名其妙，这真的是 what the fuck， 莫名其妙，怎么一个人突然在去年底跟在今年，同时在对同一个事件的证词180度的翻转，只有2个可能：一，在狱中。柯文哲使出了隔山打牛，因为他可能关在隔壁间，柯文哲就是武力高强，隔山打牛，每天经过那个用墙壁，隔山打牛吃素。朱雅虎呢被打到头，然后每天头这边旋转，然后不太清楚，结果呢在2次庭审之中，结果就180度大翻转，这是一个原因。柯文哲在狱中用莫名其妙的方式让朱雅虎怕到了。第二个可能呢，就是在去年被收押以及
检察官在侦讯他的过程中，检察官使用了无限阅读之术，然后导致朱雅虎呢被中了幻术，有没有？所以去年讲出了一堆不真实的话，然后现在讲的话才是真话。所以到底是柯文哲有施出幻术或是大绝招，还是当时那个检察官使出了大绝招？可能只有这2点嘛，没有错。一个人会180度大翻转，只有可能一开始他讲的是假话，以及现在他讲的是假话。到底现在的他跟以前的他哪个是假话呢？我们真的不知道。镜头前的各位，你们可以在留言区来吵一下，你认为朱雅虎2024年年尾讲的是假话，还是5月份讲的是假话？又或是2个都是假话，又或是2个都是真话？呵呵，我们不知道。可是因为朱雅虎他的这个翻供呢，让案情变得越来越精彩了，渐渐水落石出喽。案情走到这，是否各方人员都要兴奋以及紧张一下，对不对？原本觉得柯文哲就是罪证确凿，然后每天在媒体上面，在各大媒体、各大新闻节目、各大争论节目抨击他、看衰他、嘲笑他的那些人物们。如果柯文哲最后是没事，你们每一个是不是都会被打脸打到爆炸？那同样相反过来，从头到尾支持柯文哲，认为他就是没有罪，他没有事，怎么可能？他很清白的柯 P 怎么可能会贪污？如果最后他真的贪污的话，是不是你们脸也要被打爆？所以呢，这就是个很精彩的50%对50%，到底最后会怎么样呢？到底最后是谁脸会肿很大呢？像我就不会肿，因为我两边都讲，所以我没事，哈哈哈哈。他既是贪污犯，他肯定也是清白的。我立场是中立的，超中立好吗？因为我家是中立，超中立。好，然后再来继续。然后关于行贿认罪的部分，朱雅虎说，他之前之所以会认罪，是因为收押期间检察官的言辞让他产生了共鸣。无限阅读之术出现了，误以为他只要参与案件就意味着有罪，所以他就说自己有罪，因此决定认罪。他强调210万元的政治现金是他签署的，他愿意承担责任，但这并不代表他仍有指示参与。OK， 然后柯文哲在最近也在狱中，因为看到朱雅虎的证词整个180度大翻转，柯文哲呢他就有点哽咽，然后请求法官麻烦先放了李文忠。李文忠对跟这个事件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真的是最冤枉的，他真的是被冤枉、被冤狱关了整整8、9个月，先放了他吧。他是我高中同学，我当时请他过来，现在导致他到狱中里面，我对他非常的抱歉，先放了李文忠吧。他是确定一定没事的那一个人，哽咽啊。哽咽，柯文哲这样子的人，这样会哽咽，如此理性、亚斯伯格症的人要哽咽、要哭是很难的。所以他既然会哽咽，就代表他内心一定觉得受尽屈辱啊，对不对？就这样。好，所以呢，那到现在我们就是今天是5月18号，对，就是不，今天是5月16号，对，就是到今天为止，这个案件呢，就是还没有一个下文。我们只知道最近重大发展就是朱雅虎呢，他翻供了。那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静待事件的发生。我们也可以在留言区持续的更新。大家想要吵架，都来留言区吵。可是吵的时候呢，尽量保持着和平理性，好吗？但如果你要不理性的话，要超激烈的话，也随便啦，反正你在背后也不知道你是谁嘛，对不对 ？OK， 就这样。好，那今天我们对于柯文哲的生平介绍就到此结束了。就是感谢各位的观看。所以呢，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才可以继续的产出更多优质的内容。今天到这里咯，各位，拜。不是后话。那刚刚讲到，都会谈到朱雅虎为什么精神错乱，2024年年底跟2025年5月份为什么讲东西会不一样？这边我要额外讲个话题，有没有听过囚徒困境？是这样子，比如说今天小明跟小华2个是好朋友，他们2个呢同时因为某个案件而被检察官侦讯了。那检察官一定是分开侦讯的。那检察官侦讯他的目的一定是想办法找到证据帮他起诉。然后这时候检察官在侦讯的过程之中会用一个大绝招，跟小明讲说：“你就认罪吧，你已经那么多事迹都显示你有问题了，认罪。认罪的话，说不定你就没事，又或者是你有第2个选择，转证人去弄你朋友。”这时候小明的心中就会有3个答案。第1个答案，我的选择是好，我就直接认罪吧，然后寻求减刑。第2个。我不认罪，但是我转证人冲康我朋友，让他死，换取我自己没事，或是我减刑。第3个，我要讲义气，我死不认罪。那我死不认罪的结果就一翻2瞪眼，
就是发现案情的证据越来越明朗，我跟我朋友都一起出事。那如果找不到证据，我就没事。所以都不认罪的结果就是大好或大坏。我转证人呢，怎么样子只会有好，不太会有坏。然后我直接认罪呢，就是小坏。所以你有小坏，不太坏，跟要么大好大坏。这时候不同个性的人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就看你的赌徒性格有多么的严重。然后这时候呢，你还要想，好，这是我自己主观意识的角度，但我还要考虑到我的兄弟，他会冲康我，还是他会挺我？如果今天我认罪，他不认罪，然后最后检察官找不到证据，他真的没事，然后我莫名其妙因为认罪我就进去了，那我不是得不偿失？第二个可能性，我就是决定我要弄他，然后结果他不弄我，那我会不会良心不安？他就挺我挺到底，然后我弄他就被弄进去了，一关30年，然后我没事，我对他的家人要怎么交代？对不对？所以会有良心谴责问题。第三个，好，我要讲义气，我不弄他，可是结果靠他弄我，最后我被关30年，那不是气到爆炸？那这个事情其实我在教室，我有在我每间教室对学生做出这样子的，就是请他们投票表决。我的样本数大概500个学生，你们知道多恐怖吗？选择冲康好朋友的高达90%。所以人是不是很恐怖？所以镜头前的各位，如果未来你跟你朋友一起被抓进去的话，记得冲康他就对了，因为他有90%的机会他会弄你。这真的不唬烂哦！我在每个地方这样问，然后年级呢是从国1到高中生，横跨6个不同的年级，总共500个样本，做出的结果90%都决定冲康朋友。那我都问他们，你好兄弟耶，好闺蜜，你怎么冲康得下去？他说，大家都回答，老师，因为我还是怕我的好兄弟会冲康我，宁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而且呢，我好兄弟一定能理解为什么我会冲康他。这太好笑了。他既然是我好兄弟，他就要接受我可能会冲康他的这个事情。我会帮他照顾他老婆，我会帮他照顾他女朋友，照一照顾就变我老婆。为什么？这开玩笑的，他们真的都这样讲。然后女生也讲说，对我好闺蜜呢是可以理解我这么做的，我一定会帮她好照顾她老公，因为闺蜜的老公都闺蜜，闺蜜归属于蜜，闺蜜的定义好吗？就这样，他们都这样开玩笑。可是我听到这个结果，我真的很震惊因为我扪心自问，如果我跟我的好兄弟一起进去的话，我会不会冲康他？我还真的就是属于那种不会冲康他，我也赌他不会冲康我。然后现在我就在狱中已经被关30年了，好，就这样。所以镜头前的各位记得，90%的几率，你的好兄弟好姐妹他都会决定要冲康你，恐怖吧？第二个题外话，讲坦白的。我对于柯文哲的案件呢，就是不论他有没有罪或干嘛，我都可以接受，有罪就拿去关就对了。可是对于我本人，我在教学的时候，在补习班教书的时候，我产生极大的困扰。我是一个历史老师，同时我也是公民老师。公民呢，就是有教法律的部分。然后我们在讲到法律刑事的部分，都讲到无罪推定原则以及侦查不公开。但是从去年到今年，各位观众，不论你是否支持柯文哲或反对他，你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有侦查不公开吗？不，我们台湾的特点叫做侦查大公开，没错吧？所有事情检察官还没有讲，对不对？法院什么都没有讲，哪个周刊就给我先登出来了？《镜周刊》，而且登出来的东西还不是假的哦。还每个都是后来证明是真的东西，为什么所有的案件的内情，《镜周刊》都会先知道？这件事情在以前台湾有发生过吗？这应该戒严时期才有的故事吧？怎么在现在的台湾有发生？这不该是发生在现今台湾的故事，这样知道吗？媒体的角度必须要公平公正，而不该公开的就不要给我先公开。这样子吗？所以当学生问我，老师，你在课堂上都教侦查不公开，写考卷的时候有4个选项：侦查不公开、侦查大公开、侦查半公开，还是以上皆非、以上皆是？我要怎么选？我想选侦查不公开，可是我看新闻媒体看下去都是侦查大公开，请问事实与课本不符合，老师你到底要怎么选答案？这时候问我，我也懵了，我也整个傻眼了。天哪，对啊，你们该怎么选？对不对？用新闻媒体告诉我们的侦查大公开选下去，你答案就是错。然后你选侦查不公开，又昧着良心选，对不对？怎么办？所以对于我教学部分极大困扰。第二个困扰叫什么呢？我每次在教无罪推定原则，
在法院法官正式判决权，此人呢都要是被视为无罪的状态，他都只是嫌疑犯的状态。但是我们现在的媒体都把柯文哲打成什么？他就是贪污犯，该死。然后每次出去侦讯的时候，不是都要戴着手铐吗？媒体都会特别去拍他每一次戴着手铐的画面。然后还有网友呢，把他穿的黄色衣服，戴着手铐，然后配上大雄的脸嘛，对不对？不是说长得像嘛，用梗图这样做，然后各处这样发，然后配合媒体这样宣导，然后 Facebook 什么样传出去，你一些法律知识没有这么充足的人，是不是就会被误会，觉得柯文哲因此而误会柯文哲一定就是贪污，他已经罪证确凿了 ？No， 甚至柯文哲老家，大家知道吗？有人在他老家门口直接贴，就是柯文哲的妈妈交出贪污犯这件事情。对，这个我觉得太过分了啦，就是毕竟真的等到罪证确凿，法官判决后再说，起诉真的不是代表他已经是个贪污犯了 ，no。所以学生问我，老师，你说无罪推定原则，我怎么看？台湾怎么看都像有罪推定，而且用在柯文哲的身上特别的明显。这时候在台上的我也傻眼，没关系，考试还是以我教的为主。可是你走在社会上，你要知道，就是会有点差别啦，好不好？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事件对于我当老师啊，我真的倍感不胜唏嘘。就是跟我所教的内容有冲突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跟我的核心价值有点违逆了。所以啊，我在我的社会角色中，我以一般民众的角度看柯文哲，就是很明白。你有罪就拿去关，没有罪就快放出来。那以我是老师的角度呢，我下去看又觉得说，哎呀，这个整个侦办的过程呢，的确有瑕疵所在，就是不该有这么侦查大公开的剧情发生。对，所以身为不同的角色，然后去看同一个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镜头前的观众也可以仔细的思考，我讲的有没有哪些地方呢是你觉得对，有些不对，我们都可以在留言区理性探讨。当然你要吵架的话，我也欢迎啊，反正我不会跟你吵，会有其他跟你立场不同的人跟你去吵，好吗？那一样，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然后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拜托各位啦，拜。